视频汽车增语，这2年随着汽车电气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纯电微型车市场也是越来越火爆。比如说咱们的网红产品50宏光的 mini EV， 它的月销量呢能够接近3万台，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那咱们这期鹅看新车，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堪称纯电微型车市场的鼻祖级产品奇瑞小蚂蚁的全新车型2022款有什么变化。那咱们呢，按照节目惯例，还是先介绍一下新车的背景。那它作为一个年度改款车型，其实相较老款来讲，变化并不是很大。其实车型名很有意思，它是借鉴了饮料的这种命名方式，包括这个低配是使用微糖，然后中配呢是叫半糖，高配是叫全糖版。那其实呢，整个奇瑞的这个小蚂蚁啊，它的这个外观造型风格走的并不是比较网红的路线，比如说 mini EV 以及它的这个推回冰激凌是类似于 K Car 的风格。那它呢还是比较传统的这种小车的风格，有点像 Smart 的类型，比较可爱。那外观方面呢，其实它相较老款车型变化并不是很大，咱们是这个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前脸部分可以看到它的灯组造型，其实放在其他车型上并不会很显眼，但是因为这个车比较小，然后所以说呢比例来讲它就会比较大一点，然后看起来也会比较可爱，因为大眼睛比较呆萌嘛。那接下来往下看，可以看到这个日行灯部分还有一个3口的设计。那它呢两侧搭配起来看的话，有点像类似于2颗小虎牙，所以整个前脸也会更为好看一点。在这个格栅区域，虽然是一个纯电车型，但是呢它还是保留了传统车型上那种格栅设计，也是为了更好的进行一个前部的散热。那侧面呢，2022款的新车其实在造型方面没有变化主要的变化是集中在车轮组。首先它的轮胎呢扁平比从165/65变成了175/60，扁平比发生了变化，其实会对这种乘坐舒适度有一些提升。那咱们这方面呢一会儿开起来再聊。另外一个变化，后盘的刹车组的这个形式是从鼓式换为了盘式，它的用料更为高级。那至于说驾乘感受怎么样，也是一会儿开起来再聊。那咱们呢，最后来看看车尾，这样奇瑞的小蚂蚁在车尾的部分设计的还是挺运动的。上方有扰流板以及高倍刹车灯，然后在下方呢还有一个这个小的扩散器的设计。虽然说呢是一个纯电车型，但是整个的造型风格还是比较运动化的。那另外在色彩的搭配上，可以看到有白色，然后有灰色以及下方的银色，整个看起来的话，它的这种视觉的色彩度的这种丰富度也是很强的。那2022款的奇瑞小蚂蚁呢，在内饰方面，其实在整个的设计以及用料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主要变的是一些配置的提升，比如说方向盘，它现在新款支持了方向盘的上下调节，不支持前后。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一些比如说比较高的男性或者比较矮的女性来讲呢，它在这个方向盘的这个控制上还是更为便利一些，毕竟呢这个会对腿部有一些更多的空间。那另外一点就是主驾驶增加了电动座椅的这种调节，也是更为提升的一些配置。至于价格方面没有提升，现在目前还不知道哈。那内饰我主要来说一点，就是它这个吐槽一下这个方向盘多媒体控制，左边是常规的这种音量的上下调节，但是右边非常奇葩的是空调调节。其实本身多媒体屏幕的下方是有空调调节的区域的，但是呢它把这个空调的调节放在这里，包括这种风量以及这种吹风的模式还有开关等等。其实呢单独说如果它这块区域这么设置的话呢，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它把整个中控屏幕仪表盘的这个功能给去略掉了。那如果说我想去换仪表盘的一个显示的话，我得需要手动的去摁里边一个按钮，而且这个仪表盘从中控来讲到里面进深是很长的。那如果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想去看一看我的胎压监测，我得需要这么去摁，然后看一看我的这个车辆的这个续航里程呢，也得需要这么去摁。那不管是在安全性方面还是便利性方面都是很差的。那咱们现在呢把车开起来，来聊一聊这辆车动态方面的表现。那2022款的新车呢，相比老款车型，其实在动力系统以及3电系统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它给车主留的选择余地还是非常大的。那首先咱们先说电池组，它有2款电池包可以选择，小电池包是30.6度电，大电池包呢是40.6度电，分别对应的 NEDC 综合续航里程呢是301公里以及408公里。那另外在电池的类型方面，还可以自由的去选择3元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池，2款电池的价格是完全一致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所在区域进行选择。你比如说，我要在北方地区，冬天比较冷的话，就可以去选择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它对续航的耐久度还是更高一些。那如果说在这个南方区域，可以选择3元锂，这是看您自己个人的喜好以及区域了。那咱们接下来呢说说电机组，这辆车呢它的这个基础的电机使用的是一个30千瓦的电机，
最大扭矩是120牛米，然后功率方面官方并没有提供数据。那如果说您选择那个大电池包的版本，也就是续航为408的版本的话，那可以呢加1000块钱去选择一台功率为55千瓦的大电机。那这样的话，这辆车的峰值扭矩就能来到150牛米。那对于这个提速啊以及驾驶乐趣是有不少的提升的。那咱们说完三电系统，再来聊聊这辆车其他方面的驾驶感受。它在这个级别里是搭载了前后的独立悬挂的。6到7万左右的区间的话，其实在这个级别里还是不错的表现，因为其他的竞品车型很多搭载都是扭力梁的这种非独立悬挂，所以说呢，它整个这个行驶的质感会更加好一些。那咱们刚刚在这个静态方面提到了这辆车的新款车型，它的轮胎进行了更换，扁平比更大，轮胎更宽，它的抓地力也更好。那这样的好处呢，是在于驾乘的时候，它的舒适度有一定的提升。那另外，在稍微极限驾驶一点的话，它在变向的时候呢，对车辆整个支撑和控制也会更为好一些。那咱们刚才提到了另外一点，就这辆车的刹车系统，它的后刹车从旧款的鼓式换成了盘式，整个的这个成本是有一定的提高的。那在这个驾驶感受方面来说，它整个刹车来的会更为线性一些，它就会比鼓式刹车，驾驶起来、操作起来的话，这种刹车的感觉会更为舒适一点。那咱们最后综上所述整个2022款的奇瑞小蚂蚁在整个的驾乘感受方面有一定的提升，但是唯一有一点不足，就是这辆车在车速稍微快一点之后，比如说80到100的区间或者再往上的话，它这辆车会有一些异响在里面。我听到最主要的异响来自于顶棚，因为这种顶棚是那种可开合式的，它车速稍微高一点之后呢，达到了某个波段的一种共振的话，它这个异响会来的比较明显一点。那开了一天，最后呢，给这辆2022款的奇瑞小蚂蚁做一个小小总结。那之所以说纯电的微型车这两年有如此好的市场，也是因为它有很多的优势。第一点就是它的价格比较亲民，因为毕竟这个市场里，价格普遍售价不会超过10万元，大家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那另外呢，很多城市这种纯电微型车还能够享受新能源的补贴，所以说这个买车会比较方便。最后一个点就是因为它的使用成本比较低，毕竟这个加电比加油是便宜不少的。那奇瑞小蚂蚁呢，在这个细分市场里，它是做的比较早的，它的整个产品力做的也是比较高。那它呢，整个车型的定位还是更接近于这种高端的这种纯电微型车的。那在这种特性方面，它的三电系统可以自由选择，而且这种自由度很高，其他竞品呢是很难达到的，这是它的优势所在。那目前呢，我们在节目拍摄的时候，它的价格还不得而知，毕竟是一个2022款的新车。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腾讯汽车为您带来的。